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健康一帖。许多人以为只要每天早晚刷牙就能一辈子保住牙齿，可是，在临床上，我见过太多反过来的例子。有人刷了一辈子的牙，结果牙齿却越来越松，越来越敏感；也有人平常不太讲究，却老是牙齿健康，连蛀牙都没有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。前阵子有位林阿姨来看诊，她62岁，退休老师，一坐下来就苦笑着说：“医生，我这辈子最自豪的事就是爱干净，早晚刷牙雷打不动，牙刷3个月换一次，牙膏都买最好的。可是最近咬东西越来越酸，前几天连吃苹果都疼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我帮她检查完后，其实心里挺难受的。她的牙齿本身没有蛀，也没有感染问题，但牙根却被刷得一条条沟纹清晰，牙龈也往上退了。换句话说，她的牙齿不是坏掉的，是被刷坏的。这样的情况在55岁以上的人身上非常常见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在保护牙齿，结果却在慢慢把牙齿推向脱落的命运。而最可怕的是，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，一旦刷坏了就回不去了。今天我要用最简单的方式让您明白3个关于刷牙的关键错误。这3个错误看似在保护牙齿，其实是一步步让牙齿提早退休。听完之后，您可能会后悔没早点知道，但别担心，只要现在改变，仍然来得及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请您先帮我一个小忙。如果您关心自己的牙齿健康，也希望家人能一口好牙，吃得香，笑得自在，请帮我们按个赞，或在留言区打上牙齿健康。这不只是对我最大的鼓励，也能让更多人看到这些正确的刷牙方法，少走冤枉路。因为今天的内容可能会彻底改变您对刷牙这件事的认知。我们先从第一个最致命的错误开始。您是不是也习惯早上起床先刷牙，晚上睡前再刷一次？这几乎是所有人从小被教育的观念，1天2次，早晚固定。但事实上，这样的时间安排是错的。我曾经有位病患叫吴先生，65岁，退休司机，他很讲卫生，每天6点起床就刷牙，晚上11点睡前再刷一次。但他来找我时，已经掉了5颗牙。我问他：“你晚饭几点吃？”他说：“差不多7点吧。”我心里大概明白了问题。从晚上7点吃完饭到11点刷牙，中间有4个小时。这4个小时他没干什么坏事，看新闻、泡茶、聊天。但对牙齿来说，这4小时就是一场灾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嘴巴里的细菌正在开派对。我们的口腔里住着几十亿个细菌，这些小家伙平常很安分，可一旦吃了东西，他们就像开了狂欢晚会一样，大口吃食物残渣，产生酸，然后慢慢腐蚀牙齿表面的牙釉质。牙釉质虽然是全身最硬的物质，比骨头还坚固，但再硬也抵不过几十亿个细菌日夜啃食。这就像是一场慢性侵蚀战。每次您吃完饭不刷牙，细菌就能持续制造酸，1分1秒的破坏牙齿的保护层。等到您终于在睡前刷牙时，已经太晚了，损害早就发生，就像火烧了一整晚，您才想到要灭火。而55岁以后，这个问题会更严重，因为随着年纪增长，我们的唾液分泌量会下降。口水不只是润滑剂，它其实是牙齿的天然清洁源，它能中和酸性，冲走残渣。但口水变少后，这2个功能都会衰退，等于清洁工下岗，细菌反而更加活跃。所以关键不在于1天刷几次，而是什么时候刷。真正正确的时机是吃完饭后30分钟内，这半小时是细菌最活跃、最会产酸的时间。您只要能在这段时间刷掉食物残渣，就能阻止牙齿被慢慢侵蚀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说：“医师，那我白天要上班，怎么可能每餐后都刷牙？”这个问题我完全理解。现代人生活忙碌，并不是每个场合都方便刷牙。但我想提醒您，就算3餐后都刷不成，也一定要做到一件事，那就是把晚餐后的刷牙时间提前到饭后半小时内，不要等到睡前再刷，因为那时细菌早就把牙齿当成了自助餐。您只要提早那3分钟，牙齿就能少被酸侵蚀4个小时。1年下来，等于替牙齿多省下上千个小时的损耗。这样的累积差距，就是决定牙齿能不能陪您到老的关键。早上刷牙也有小诀窍。很多人一早起床口气重，立刻拿起牙刷开始刷。其实那个时候可以先用清水漱口，把1晚上的代谢物冲掉。真正的刷牙时间应该在吃完早餐后，
因为您起床先刷，接着吃早饭，食物残渣又留在嘴里，而若是饭后再刷，才能真正清除早餐的食物残渣，让您带着清爽的口腔开始新的一天。我有位患者叫陈太太，58岁，是位家庭主妇。她以前总觉得自己很勤快，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刷牙，但这几年常觉得牙齿敏感，尤其是喝热汤或冷水时都疼。后来她照我的建议，改成饭后刷牙，没想到3个月后，牙龈出血的情况大幅改善，连那种酸痛感也减轻了许多。她笑着说：“原来我以前那么勤快，是在勤快的犯错。所以第一个习惯，请您记住，刷牙的重点不是早晚，而是饭后，尤其是晚餐后那一次最关键。这看似小小的改变，却能让牙齿少掉1半以上的风险。接下来我要讲第2个致命的错误，刷太用力。很多人特别自豪地说，我刷牙很彻底，每次都用大力搓，连牙刷都刷坏好几支。他们以为这代表认真，其实是越刷越糟。我们的牙龈就像脸上的皮肤一样，年轻时紧实，有弹性，能牢牢包住牙根，但55岁之后，胶原蛋白流失，血管变脆，牙龈开始变薄。这时候如果还像年轻人那样猛刷，就会造成牙龈萎缩。什么叫牙龈萎缩？就是牙龈往后退，露出原本被保护的牙根。一旦露出，这个变化是不可逆的，它不会再长回来。就像您把花盆里的土冲走，花根露出来一样，时间久了，牙根没有保护，牙齿自然会松动疼痛。而且牙根和牙冠的材质不同，牙冠外层有牙釉质，坚硬又耐酸，牙根却只有一层薄薄的牙骨质，非常脆弱。当您用硬毛牙刷加上太大的力道，就像用钢丝球刮木头，那层保护层很快就被磨掉，下面的牙本质暴露，牙本质里密密麻麻的小管子直接连到牙神经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牙齿明明没蛀，却对冷热甜都会痛。有位罗伯伯61岁，性格很刚硬，做事一板一眼。他跟我说，我刷牙一定刷干净，每次都刷到牙肉发红才安心。结果他的牙根几乎全部露出来，牙齿被刷出一个个 V 型缺口，吃热汤痛，喝冷水也痛，连冬天呼吸都觉得牙齿像被针扎。我只能苦笑着说，罗伯伯，您这不是刷干净，是刷坏了。所以第2个错误要马上改掉。我们不是越用力越干净，而是越温柔越安全。刷牙这件事，在55岁之后，已经不是体力活，而是技术活。那该怎么改？3个步骤。第一，换牙刷，硬毛牙刷请立刻丢掉，换成软毛刷，而且刷毛尖端要磨圆处理，这样才不会划伤牙龈。第2，改力度，刷牙时的力气应该像您在按摩牙龈，或者说握牙刷的力道，就像捏草莓，能拿稳但不压烂。第3，改方法，不要再横着拉锯，要用正确的巴氏刷牙法。什么是巴氏刷牙法？听起来专业，其实很简单。第一步，把牙刷毛以45度角对准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，那里最容易藏污纳垢。第2步，轻轻压上去，让刷毛能稍微伸进牙龈沟里。第3步，小幅度水平颤动，就像在原地抖动，每次刷2到3颗牙，颤动10几下后，往牙关方向刷一下，上牙往下，下牙往上，这样不但刷得干净，还能按摩牙龈，促进血液循环。很多人一开始觉得这方法慢，但只要坚持1、2周，就能感觉到牙龈变健康，出血减少。而且这种轻柔长正确角度的方式，能真正清除牙缝里的牙菌斑，不会破坏牙根。记住，年过50后，刷牙比的是技巧，不是力气。接下来要讲第3个错误，也许是最多人中招的一个，那就是用错替代方式。很多朋友嫌饭后刷牙麻烦，于是想出各种偷懒招。有人吃完饭漱口水一灌就觉得嘴巴干净了，也有人从口袋掏出牙签，踢2下就觉得清爽。但这2种方式都在默默伤害您的牙齿。先说漱口水，它的确能让口气变清新，味道也很好闻，但它顶多只是掩饰，并不能真正清洁。漱口水里的薄荷成分能暂时压制细菌，但牙齿表面那层牙菌斑根本洗不掉。什么是牙菌斑？它不是食物渣，而是细菌在牙齿表面形成的一层黏糊糊的薄膜，就像厨房油烟机上的油垢，您光用水冲是洗不掉的，一定要靠摩擦才行。这就是为什么刷牙的重要性无可取代，没有刷毛的物理摩擦，漱口水再贵也没用。我有一位朋友黄先生，平常非常讲究，每餐后都用漱口水，
结果几年下来，牙龈发炎，牙齿变黄，最后不得不去洗牙。他惊讶地说：医生，我每天都漱口啊，怎么还变这样？我说：因为你一直在冲油垢，却从没擦干净过。牙菌斑如果不清除，时间久了会钙化，变成又硬又黄的牙结石。那时候连刷牙都刷不掉，只能去牙科用超音波洗牙机震掉。所以漱口水可以辅助，但绝对不能取代刷牙。再来说说牙签，许多人饭后觉得塞牙难受，立刻拿牙签剔的时候还觉得很爽快，仿佛清洁完成。但其实牙签又尖又硬，它不但剔不干净，还会越剔越糟。首先，牙签只能剔出大的残渣，对附着在牙面上的牙菌斑完全没作用。其次，它会把牙缝越撑越宽，牙齿之间原本紧密排列，您老是拿木棍往里戳，牙缝自然被撑开。牙缝一变宽，就更容易塞牙，您又更想剔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最可怕的是，它会伤到牙龈乳头，那是两颗牙之间的小三角形粉红组织，非常细嫩。牙签一戳，容易造成发炎出血，长期下来，小三角会慢慢萎缩，变成一个黑黑的空洞。这不只是影响美观，更会让牙根大面积暴露，造成敏感与发炎。有位林伯伯59岁，吃完饭后习惯剔牙，一天几乎要剔好几次。他来诊时，整排牙齿之间都出现黑三角。他苦笑说：我以为我是在清洁，其实是在拆房子。这句话说的没错，牙签不是清洁工具，而是牙龈杀手。那如果外出用餐真的不方便刷牙，该怎么办？有2个安全又有效的选择：牙线和牙缝刷。牙线细又柔软，能贴着牙齿侧面滑动，不会伤到牙肉。使用时要拉出一段，绷紧后贴着牙面，像 C 字形一样上下刮动几下，这样才能把牙齿侧面的牙菌斑刮掉。不要只是弹一下，那样没效果。如果您的牙缝已经比较宽，或牙龈有些退缩，可以使用牙缝刷。它就像缩小版奶瓶刷，能深入牙缝，把牙根和侧面清前进。超市或药局都有卖，一盒几块钱，很实用。饭后的清洁顺序也有讲究，我建议大家先刷牙，再用牙线或牙缝刷，这样可以做到双重清洁。先用刷毛清除表面污垢，再用牙线处理牙缝深处。只有这样，细菌和残渣才不会在您睡着时继续破坏牙齿。许多朋友常问我，医师，我每天都刷牙，为什么牙齿还是松？其实原因就藏在这些细节里，刷错时间、太大力、偷懒用牙签或漱口水代替，长期累积下来，伤害比您想的深得多。有些人50几岁就开始掉牙，不是因为老化，而是牙根的地基出了问题。这种问题叫牙周病。牙周病是什么？简单说，它不是牙齿坏掉，而是牙齿周围的支撑结构坏掉。我们的牙齿就像一棵树，牙根埋在牙槽骨里，牙龈、牙周膜、牙槽骨，这些就像树根周围的土壤。当细菌长期侵蚀这些组织时，土壤就被一点一点的冲走，结果树再健康也会倒。所以牙周病不是牙齿烂掉，而是地基松动。这病来得很慢，一开始只是牙龈出血、口气变重，再来是牙缝变宽、牙龈萎缩，最后牙齿开始摇动，甚至自然脱落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整个过程常常不痛，等您感觉到异常时，通常已经太迟。根据牙科协会的调查，台湾60岁以上的人有超过70%患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病，这意味着每10个人里面就有7个牙根正在慢慢失守。牙周病不仅让人掉牙，它还可能连坐全身。研究显示，口腔慢性发炎会增加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、中风的风险。原因在于牙周细菌与发炎物质会透过血液循环进入全身，影响血糖调节，促进血管硬化。我记得有位病患，72岁的退休教师，他牙齿松动多年，一直觉得是正常老化，直到有天心脏不舒服去检查，医师在抽血报告中发现发炎指数居高不下，追查之下才发现源头在口腔。治疗牙周病后，他的血压与血糖都稳定许多。这样的例子非常多，因此我常说，一口烂牙拖垮全身。刷牙这件小事，实际上与心脏、脑血管甚至记忆力都有关。有一篇发表在《老年医学期刊》的研究指出，牙周病患者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比口腔健康者高出2倍以上，这不是巧合。慢性发炎会影响脑部血流，导致神经退化。所以保护牙齿不只是为了吃饭方便，
更是为了守住整体健康。有些人觉得老了掉牙很正常，但其实这观念早就过时了。牙齿并不会因为年龄自然松动，它掉是因为支撑它的结构出问题。也就是说，大多数掉牙是人为造成的。我常跟患者说，真正健康的老人不是没有皱纹，而是能咬得动。能咬得动，代表牙齿稳固，营养吸收好，整个身体的新陈代谢、免疫力都会更好。而这一切从每天那3分钟的刷牙开始。所以，如果您现在已经过了55岁，请务必检查自己的刷牙习惯，看看您是不是还在犯这几个错。第一，用硬毛牙刷；第二，横着拉锯用力猛刷；第三，饭后几个小时，甚至睡前才刷牙；第四，喜欢用牙签剔牙；第五，看到牙龈出血就漠视不理。如果这5个中有2个被您点中了，那您的牙齿可能正在慢慢变弱，这不是恐吓，而是事实。我在诊间见过太多人，等牙齿松了、痛了、掉了才来求救。那时候想种牙，医师却说骨头条件不够，还得先做牙周治疗。一颗牙少说要花几万块，有的甚至10几万，还要经历麻醉手术，那种辛苦其实完全可以避免。所以请记住，正确刷牙是最便宜、最有效的口腔保险，不需要名牌牙膏，也不需要高科技设备，只要一支软毛牙刷，正确的方法和一点耐心，您的牙齿就能多陪您10年、20年。别小看那短短3分钟，它能决定您未来老了能不能吃牛排、啃玉米，享受人生。当您还能用自己的牙齿咬下一口苹果，那就是幸福。我常跟病人说，牙齿好不只是外表好看，而是生活品质的根本。吃得动、咬得动，营养吸收好，身体自然健康。而每一口咀嚼，其实都是对生命的珍惜。改变刷牙方式，一开始可能不习惯，但请给自己2周时间，手法、力度、节奏都会自然调整过来。只要您愿意开始，永远不嫌晚。有位75岁的阿公，去年才第一次学会巴氏刷牙法，半年后回诊，他告诉我，医师，我现在吃东西不会酸，也不再出血了。那一刻，我真替他开心，因为这代表他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健康。朋友们，别让错误的刷牙方式成为牙齿提早退休的原因。从今天起，换支软毛牙刷，轻柔一点，饭后半小时刷一次，让您的牙齿重新被保护。记得，刷牙不是例行公事，而是每天最重要的健康投资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们按个赞，订阅健康一帖频道，也把这段影片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。也许您的小动作就能帮一位长辈保住他的一口好牙。我也想邀请您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您平常最在意的牙齿问题是什么？是敏感、出血还是松动？留言给我，我会在未来的节目中针对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再深入讲解。祝福您每天都能笑得自在，吃得开心，牙齿健康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